在桂林的一片山里边做了自己的一个工作室，四面环山，中间有一口泉水，10几亩地的这么一个院落。有时候会光着膀子画画，去山上也会大吼大叫，我感觉有一种笑傲山林的感觉。我北漂将近20年，是一位水墨画家。前几年我妈得了一场重病，我就想在桂林常待一下，我想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画画呀。历朝历代的画家在宣纸上表达了他们寄情山水、栖居园林的这种梦想，像苏东坡那样贬到黄州，营造他的雪堂。唐代的王维，他做的《辋川别业》，元代的倪瓒，他有做《清密阁》。现在这个文人体系或许都已经不存在了。当代的艺术家有没有可能来复兴文人造园的传统呢？在真山真水当中来营造理想状态的园子啊。回到桂林之后，到处转悠寻找。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杂草丛生，有一个3层的烂尾楼，看到那个泉水，我觉得非常舒服。施工呢，主要是我自己在做，尽可能的用当地的材料，土、木、石，要融入山林。我用清代的老条案做了一个玄关，放了一件北魏南北朝的一个佛造像的标本陶碗。玄关后面呢，是我种的一片竹林，线条挺拔，能把整个园子的空间支撑起来。右边呢，放了一个书房，陈列了一些明式家具，以椅子为主。过了拱桥之后，是我种的一组芭蕉、油桃，做了一个琴台。这里有挖了一个水池，里面也养了锦鲤，但是现在可能是沉底了。园子最中心点就是我做的茶寮，有点古意的茅草屋，实际上它是个钢架结构，我用茅草、木板、稻草把它全部包裹起来了，把山泉水引过来，做了一个落差不是很高的小瀑布。平时在这里喝茶，我打的就是这个山泉水。这边是我留的一个月洞窗，春天的时候能够欣赏到我在外面种的桃花。茶寮里面的这块巨石呢，原来就在这里的，它有点像个金蝉。暴雨之后，洞口会出现很大的瀑布，半山腰我有做一个亭子，可以观看这瀑布的水流啊，环看四周的山峰，雨后的林烟缭绕的感觉，简直太入画了。我身后是一块天然的巨石，当地人叫做秤砣石。村民啊，大年30的时候来烧香祈福。3层的小楼是一个客厅，画画的地方，陈列了一些老物件。我也有造一个水池。落地窗外面是一片裸露的泥土和石头，没有种草皮。我不是很想把它做得过分精致，我想让它更质朴、更野意。有的野花野草，我就让它疯长，那种旺盛的生命力啊，对我这种激励。我也是野生状态，能够就地生根发芽。每早上在鸟叫声中就能醒过来。我会去瀑布那儿接水、洗漱、打山泉水、泡茶、煮饭。日子过得很简单，物欲呢降得很低。每天熬一锅粥，煮一锅红薯、玉米，就能满足我一天。最重要的还是画画，角角落落我都有画。经常在楼房后面的这一片山石当中画画，层次堆叠，杂草倾斜下来，让我想到了宋徽宗的降龙石。我投身其中，仿佛自己就是一块石头。很多人都问我，你一个人待着不无聊吗？不害怕吗？因为这里面一草一木我都太熟悉了，我就感觉我是长在这里的，放空甚至躺平。你没有负罪感呢？我身边有弹古琴、吹箫、唱昆曲的朋友，偶尔呢也会和朋友小聚，做一些文人雅集。茶室经常作为舞台，把我想象当中的文人生活实体化。远离江湖，很自我，很放松。之前在大城市，有些东西是你需要收敛的。回归到这片山林之后，很野生、很狂野的这一面，能够在这个山里面得到释放。